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月球。那么今天呢，我们终于来到了火星，这个人类外星殖民地的大热门，也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人类未来将怎样殖民火星。好了，多的不说了，咱们立刻开始。在各大行星中，火星轨道和太阳轨道的距离处于第4位，同时火星也是仅次于水星第2小的大行星。火星的半径大约是3390公里，这是地球半径的 53.2%， 体积是地球的 15%， 质量大约是地球的 10%， 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地球的 38%， 火星的逃逸速度只有 5.02 公里每秒，是地球 11.2 公里每秒的 44.8%， 所以在火星上发射航天器也比地球上容易不少。火星表面的环境极其恶劣，比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还要恶劣许多。首先是低气压、强大的辐射和低温。火星的大气非常稀薄，表面的气压不到地球表面的 1%， 这大概相当于地球上3万到3万5千米高空的气压。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占 95.3%。此外，相对地球而言，火星的磁场非常薄弱，只有地球的 0.5%。大量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可以直接的照到火星的表面，无法像地球磁场一样保护火星表面免受影响。造成火星磁场微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火星的内核已经冷却，稀薄的大气和微弱的磁场，再加上和太阳间稍远的距离，这就使得火星表面的温度非常低。火星的平均温度是零下60摄氏度，两极的最低温度还会低到零下140摄氏度以下。在夏季，火星赤道附近最高温度也只有20摄氏度，所以在火星表面活动和直接暴露在太空差不太多，要穿着特制的宇航服才能在火星的表面活动。其次就是火星上还有剧烈的沙尘暴，在火星上不仅有局部地区的沙尘暴，还有全球性的沙尘暴，而且有的全球性沙尘暴的持续时间会长达几个月之久。沙尘暴的最高风速能达到320公里每小时，这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12级大风。这些沙尘暴会极大的影响火星表面的能见度，导致太阳的辐射大为减少，这也会对设备，特别是太阳能设备造成极大的影响。想象一下，几个月都见不到太阳，一直忍受剧烈风沙的打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说到载人登陆火星和火星殖民，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会在2050年前后将宇航员送上火星，并在短暂考察之后就例行返回。2015年，马斯克提出了他的火星殖民计划，也就是马斯克所谓的2050年之前移民火星。其实马斯克的计划只是小规模的输送人员登陆火星，以降落火星的着陆点为基点，搭建小规模的全封闭式的定居点而已，和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火星相差还是挺远的。事实上，科学界连在2050年前建造火星定居点都不太相信。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人类移民火星是22世纪以后的事情，因为人类现在连在南北极建立大规模的移民基地都没有经验，想跳过地球上的恶劣环境，直接去火星上更恶劣的环境去殖民，那就更不可能了。当然，这些问题马斯克肯定也想到了，他的目标就是给人类殖民火星打造一个前哨站，争做第一个推动火星殖民的人。他只要成功的将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目标就达到了。他甚至没有考虑返回的问题。按照 SpaceX 和 NASA 构思的载人登火计划，第一批人类登陆火星之前，会先发射探测器到火星，选好未来的着陆点和定居点的位置。考虑到火星的恶劣环境，着陆点应该位于火星地下洞穴附近。之后，马斯克的星舰货运飞船会先把科学实验设备运到火星上，经过多次发射，构建火星定居点和原材料的套件也将发射到火星上去。估计各种火星特斯拉车、擎天柱机器人和机器狗也在其中。
马斯克甚至可能事先在火星轨道上布置像气象卫星、资源调查卫星、星链卫星和区域性的定位卫星。当这些设备都准备妥当之后，才会发射载人星舰飞船。马斯克说过，从根本上讲，他建立的其实是一个5500万公里的地球到火星的货运航线。这是一个定期航线，数十艘货运飞船每隔26个月发射一次，把人和货物送到火星，就像航班一样准时。如果全球的科学家发现这条航线值得信赖，而且和过去的航线相比成本更为低廉，他们就会制定相应的计划而进行更多的投入。马斯克为什么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就是因为 SpaceX 的星舰系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火箭运输系统。在上个世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世界上最大的美国的土星5号火箭的推力是3400吨，与之相比，现在的星舰的推力就达到了7690吨。土星5号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18吨，而星舰目前就达到了150吨。这还只是 V1 版的星舰， V2 版的星舰会在 V1 版星舰的基础上加以提升，会加长舰体，安装更多的发动机，火箭的运载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到200吨。而真正的载人星舰是 V3 版的， V3 版的星舰会成为人类首个起飞推力超过1万吨的火箭，运载能力将达到250吨到300吨，这相当于直接把一艘巡洋舰送上了天空。另外，星舰全部使用可回收和重复使用的技术，这是和传统火箭技术最大的区别。这就意味着火箭的成本是可控的，更可以一次发射多枚星舰。设想一下，每26个月10数枚甚至是数十枚星舰同时发射到火星，每一艘星舰都有传统火箭的10到100倍的运载能力，不断的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运行。这用传统的航天思路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全世界的火箭发射次数大约是每年180次左右，而马斯克预计，星舰系统完全成熟之后，每年的发射量将会是目前全世界每年发射总量的5倍，也就是一年900次。马斯克多次说明，他发射的不是一艘飞船，而是一个舰队。在一切准备好之后，星舰就会由超级重型助推器发射升空，然后助推器和星舰飞船会自动分离，分离后的助推器会自动返回地面，穿越大气层，降落在发射场，并用筷子实现回收。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发射成本，提高运转效率，尽快为下一次发射做好准备。回收的助推器经过检测、加注，再接上另一艘星舰飞船，就可以进行再次发射了。而发射到太空的星舰飞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进入轨道之后，就和之前已经在轨道上等待的星舰游船进行对接。飞船在补充完燃料之后，就利用自己的推进器全力前往火星。经过6个月的飞行，就可以抵达火星，降落在预定的地点。到那个时候，刚刚踏上火星土地的星际移民们看到的，将是提前发射过来的火星定基点模块，已经布置好的火星车、电站和已经等待了他们近2年时间的擎天柱机器人和机器狗。马斯克说过，他要送100万人上火星，这肯定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就能够实现的。预计第一批登陆火星的移民人数在50到100人之间，他们将建造一个小型的火星永久定居点，为后续的新移民和建造火星城市做好准备。这100人将面临着极其苛刻的自然环境条件，低温、辐射、宇宙射线、沙尘暴、低重力、通讯不畅，还有水资源匮乏。也许他们很难在火星上长时间生活下来，但他们将会提供非常宝贵的火星生存的经验。第一批移民到达火星之后，将开始组装火星定居点，各个舱段都是模块化的。由于火星沙尘暴的不确定性，太阳能电池只能作为辅助动力，定居点的电力主要依靠还是核能。当然，马斯克的计划是在火星定居点周围建造一个巨型的太阳能电站，并利用自己旗下的阳光城市公司和特斯拉的技术来搜集电力。而在核能方面，就要依靠 NASA 的 KW 小型反应堆来实现了。
这些反应堆会在人类抵达之前就被送到火星上，并且由擎天柱之类的人形机器人在人类到达之前完成组装、调试和测试工作。NASA 计划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就在月球上测试这种反应堆，它也将用于 NASA 的核热推进火箭和月球基地的建设。在解决了居住和能源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吃了。以往地球上唾手可得的资源，比如氧气和水，到了火星上都得依靠人工才能生产。同时，由于火星土壤内含有有毒的过氯酸盐等化学物质，想直接在火星上种菜是不可能的。只有改良火星土壤，通过添加有机物质、施用肥料，再调整土壤的 pH 值，或是使用无土栽培、土壤混合和气溶胶灌溉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才能够帮助人类实现小范围内的粮食自给自足。在通讯方面，火星和地球之间的通讯延迟长达 3.5 到22分钟，而真正危险的时刻往往只有几秒到几十秒的反应时间。火星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地球上都无力救援，因此只能依靠移民自己。所以人类到了火星上之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容不得半点马虎，任何纰漏都可能导致第一批移民在火星上团灭。如果一切正常，火星移民在熬过了第一个火星年，这大概相当于 1.9 个地球年之后，还有足够的群体能够存活下来，火星定居点就有望在等待新一代星舰飞船运来物资之后得到扩建。只有经过50到100年的建设，定居点才有可能扩建到火星小城市的规模。到那个时候，星舰带来的物资将会以设备为主，移民们将使用这些设备就地取材建造城市。比如移民们就可以使用 3D 打印机来打印建筑，这项技术已经得到了印证。只有利用火星自己的资源，才能够让火星的移民长期的生存下去。之后经过100到200年的建设，火星才能真正的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改造火星气候。为了让火星移民完成自给自足的定居点，到火星达到环境地球化的目标，首先就是要让火星变热，让温室效应出现。改造火星环境将是人类真正实现火星移民的唯一出路。火星在30亿年前表面曾有一层厚厚的二氧化碳大气层，但由于未知的原因，火星的内核冷却，磁场消失，高层大气被太阳风吹散，位于大气低层的大部分二氧化碳都被火星土壤吸收并冷冻了起来。人类改造火星的第一步就是让火星热起来，温暖的气候将使这些二氧化碳从冰冻的土壤中释放出来。根据计算，火星土壤中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可以让火星再次产生大气层，并让火星表面的温度提高约6摄氏度。这个时候，一些冰就会开始融化成水，而水开始蒸发就会形成云，温室效应就将重新出现。一旦火星赤道附近的温度常年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火星上就可以有稳定的液态水。到2250年，火星上就可以生长植物。不过那个时候，移民首先培育的不是用于食用的植物，而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菌类和苔藓，然后是培养出能够释放更多氧气的超级植物，最后才是食用的植物。而让火星植物释放出足够让人类呼吸的氧气，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00年以上。当然也有快的办法，不过在讨论快的办法之前，还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斯克接受采访时的对话。 How would you do that? You'd warm it up. From the sun. There's the fast way and the slow way. Okay. Give me the fast way. The fast way is drop thermonuclear weapons over the poles. You're a supervillain. 火星的两极和地下存着大量的水冰，这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证明。只要让它们消融，就能够让火星的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方案就是镜子。在火星的轨道上建造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的直径将超过120公里。这面镜子直接把太阳光
反射到火星的特定区域，以便使这一区域升温，释放出冰冻在地表以下的大气和水。但人类在材料科学取得突破之前，如何建造这么大规模的镜子还是一个难题。第二种方案就是采用小行星撞击的方法。人类可以推动一颗直径 2.5 公里左右的小行星去撞击火星，撞击释放的巨大能量会使撞击区的地表升温，释放出水和大气。同时，小行星撞击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氨气，这也会使火星大幅升温。根据预计，100次这样的撞击就可以使火星产生温室效应。不过，要实现这一方案的科学难度也是非常的大。第三个方案就是马斯克在前面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在火星的南北两极丢核弹，以融化两极的冰盖。这种方法被称为核爆炸暖化。根据计算，至少要向两极丢1万枚以上的核弹，才有可能让冰全部融化。而如何将这些核弹送过去，以及核弹造成的污染该怎样处理，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方案最不可行。这样看来，改造火星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22世纪，也许前往火星是一种新的选择。当我们的后代从星舰的舷窗里看到壮阔的火星城市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中又会有多少人会因此永远地留在火星上，成为火星移民的一份子？对于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很多人并不认可，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误区，那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难度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需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但结果往往就是事情始终没有启动，因为永远没有准备好了的时候。在太空探索上，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则是利用当前可用的火箭技术，甚至是改进上一代的苏联技术，极尽可能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等待完美技术的出现，而是潜心钻研，利用现有技术做出最好的产品。这就是马斯克让人觉得惊讶的地方，他绝对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人之一。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马斯克收购特斯拉的时候，特斯拉还只是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动车公司，那时候没有人认为电动车技术已经准备好了。制造全电动汽车在当时是被嘲笑的，如果不是马斯克的信念和推动，也许现在电动汽车还只停留在小规模的范围内。但结果是，马斯克几乎是靠一己之力加速了全世界电动车技术的发展。在火箭技术上，马斯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猎鹰9号火箭被成功回收之前，多少航天界的人认为马斯克的重复使用火箭是痴人说梦，但是现在他就这么实现了。现在在航天领域，1级火箭可以重复使用，已经成为了新的火箭设计标准。所有的新设计的1级火箭都要考虑重复使用的问题。可以说，马斯克以一己之力改写了全世界航天器的设计规范。虽然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表一直在推迟，但星舰的试射在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发射中更新迭代，只要他们不放弃，取得成功就是必然。目前，火星移民计划正在加快脚步。虽然马斯克过去的一些言论存在着多次跳票，但星舰的不断改进和升级确实有目共睹。星舰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也确实让这一愿景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